大家好，英国卫报评选出了2023年的10大科技进展，其中提到了 LK99。那昨天给大家介绍过，Nature 和麻省理工评论都将 LK99列为最糟糕的科学发现。卫报也有每年评选 Top 10的科技发现的传统我们逐条呢给大家介绍一下2023年的卫报评选的 Top 10。那提醒大家的是里边的第一人称语气是参与评选的科学家和媒体人士的语气，不是我的第一条呢是印度的月球着陆器到达了月球的背面当这个西方亿万富翁忙着发射火箭，却只能看着他们坠毁和燃烧时候，印度的科学家却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前所未有的壮举。他们的月船3号月球着陆器是第一个到达月球南极的任务，一个据信存在冰冻水的未被探索的区域。当印度控制室里年长的女性科学家的图像在社交媒体传播开来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心情高涨因为他们正在庆祝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2023年7月发射的月船3号的成功表明，印度不仅是太空领域的主要参与者，而且月球着陆器可以以 7.5 亿卢比约合6000万英镑的成本成功发射。这个成本虽然不少但是与其他国家的月球任务预算相比要便宜得多。2023年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太空亮相的月份，它以欧洲空间局的 Euclid 卫星的发射拉开序幕。这个卫星呢，旨在前所未有的这个细节探索暗物质和暗能量。那近2周后中国就成功的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甲烷燃料火箭，表明了一种潜在的更环保的太空旅行方式，同样以极大的降低了这个发射成本。那着陆2周之后月船3号在非常寒冷的月球夜晚进入了睡眠状态，就再也没有再醒来。但是他却完成了他被送去完成的使命，在月球的表面检测到硫化物，并表明月球土壤呢是良好的绝缘体。随着更大的多样性、更低的成本和更环保的火箭，人类似乎正站在太空探索一个新的、更易获得的时代的门槛上。那第二条是人工智能终于有了人工智能的样子。ChatGPT 的轰动升空在今年引发了媒体和其他人对人工智能未来角色的激烈辩论和它对就业、医疗保健等一切事物的影响。那很难在事后才发现技术分水岭，但2023年是我们可以肯定世界变了的那个罕见的年份之一。这是人工智能终于进入主流的一年。那我指的是当然 ChatGPT 和它的同伴大型语言模型。ChatGPT 在2022年底发布，2023年迅速走红它的流畅性和看似百科全书般的这个知识震惊了用户。这个行业由万亿美元引领，被一个只有几百名员工的公司产品成功所打乱。正如我所写的，现在大公司们正拼命争夺新型的生成式 AI 市场的领导地位，这个市场是 ChatGPT 引领的。那为什么 ChatGPT 会如此的引人注目呢？首先它非常容易上手，任何有网络浏览器的人都可以访问这颗行星上最先进的 AI。其次它终于有了我们所期待的 AI 的样子，它不会与电影里边那个场景不协调，而且它比星际迷航的电脑的语言表述能力要强得多。我们已经使用 AI 很长时间了，却没有意识到，但是终于我们拥有了一些看起来很有真实感的东西。这绝不是 AI 发展的终点，远非如此，但它确实是某些重大事件的开始。第三个呢是女孩们解数学题。当学生 Cynthia Jackson 和 Nikia Jackson 找到毕达哥拉斯定理的一个新的证明方式时，这2名来自新奥尔良的10几岁女孩被新奥尔良市长 Lataya Cantrell 授予了这座城市的钥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在1940年Elisa Loomis 的经典著作《毕达哥拉斯命题》中有一节题为
为什么不可能有三角函数解析几何或微积分证明？因此根据 sin 2西塔加 cos 2西塔等于1是无法证明 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的。这是因为这两个方程之间存在循环关系。例如如果 a 是真的，那么 b 也是真的；如果 b 是真的，那么 a 也是真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a 和 b 实际上是真的呢？那 Johnson 和 Jackson 不是第一个使用三角函数证明彼得格拉斯定理的人。然而他们使用正弦定理和无限几何级数的华夫饼干证明展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数学敏捷性。他们的方法也确实存在局限性，比如当这个 θ 等于45度的时候，它并不成立，但是它是可以修正的。去年英国政府前社会流动顾问 Catherine Burbosin 因称女孩们不太可能进行物理 A 级，因为它涉及到难题数学而受到批评。那 Johnson 和 Jackson 的成就呢，就是对这件事的雄辩的批驳。那第四个事是关于我们较早走出非洲的这么一个见解。1997年在埃塞俄比亚发掘出的赫托人的头骨模型，来自非洲人的 DNA 的最新发现正在丰富我们对人类史前的认知。我们是一个非洲物种，这意味着智人大致上在现今的非洲大陆上出现，我们大部分的进化也发生在过去50万年的非洲。当一小部分人在过去10万年中离开非洲摇篮时，世界的其他地区才有了人口。直到最近这主要是通过已故的人的古老的骨骼所致。但是从这些古老骨骼中提取 DNA 变得越来越有成效。去年10月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Sarah Tikoff 领导的一项研究显示，现今非洲人体内的一小部分尼安德特人的 DNA 早在25万年前就进入了智人谱系某个欧亚地区。那这意味着我们不止一次早期离开过非洲，比原先想象的还要早得多。那这些启示是怎么样被发现的呢？通过一些在我们对非洲起源的研究中反而被忽略的事情，实际观察非洲人的基因组。这看似微小渐进，但我们观察的越多，特别是在过去代表性极小的人群和地区，我们将发现自己的故事越来越多。第五是关于天气的，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正如国王查尔斯3世在28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所说随着2023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之前的记录是2016年的。我们正变得对记录所告诉我们的事情越来越免疫了。炎热带来的影响在加剧，较暖的海洋和大气有助于引发极其致命和破坏性的事件。在利比亚当一场洪水吞噬了一座城市，超过1万人死亡。希腊群岛和加拿大森林燃起大火，强热带气旋 Freddy 袭击了东非的贫困地区。在某些地区干旱和高温使得它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住。好消息是呢，答案已经存在。在过去1年中英国生产的绿色能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AI 预测开始做起了100万人类预测者办不到的工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析气象和气候数据。 NASA 的 SALT 卫星开始测量地球上的所有水资源，帮助防止未来的灾难。人类认为自己比青蛙聪明，但我们只有意识到我们就是青蛙，我们就是热源，我们就是实验中的精神病人，我们才能拯救自己。第6呢，是关于针对镰状细胞病和地中海贫血的新 CRISPR 疗法。受这个镰状细胞疾病影响的红细胞这是个图里边，英国监管机构已批准将 CRISPR 基因编辑工具呢用于治疗这种病以及地中海贫血。近年来医疗保健领域的种族不平等问题广受关注，对一些人来说，这降低了对医学科学和服务的信任，包括疫苗等预防措施。所以英国引领这项主要影响黑人人群的镰状细胞疾病和地中海贫血的生物技术疗法，这是令人鼓舞的进步。因为至少将经常被忽视的群体包括在内，可能标志着向着使医疗保健更加公平迈出一小步，但是重要的一步。
令人振奋的是啊，世界第一个英国药品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 CRISPR-Cas9 的基因编辑工具 Casgevy 的用于治疗这些疾病。这个疗法已被证明可以缓解镰状细胞疾病的痛苦发作，并在地中海贫血患者中消除或减少红细胞输血的需要，至少1年。尽管这个让人鼓舞但潜在的风险发展仍有待观察。积极的结果是否会长期持续？安全的隐患又如何解锁呢？比如 CRISPR-Cas9 有时可能会造成意外的遗传修饰，它的效果可能还是未知的。同样这种疗法它的费用可能高达每人200万美元。在确定预算的时候，这些疾病是否会继续受到关注？然而这项批准仍令人谨慎地感到乐观，至少因为包括经常被忽视的群体可能标志着向着医疗保健更加公平迈出了一小步，但是重要的进步。第7条呢是关于司美格鲁肽的，吃着蛋糕还减肥。最初开给有糖尿病人的药物 Wegovy， 可能为数亿挣扎在肥胖的人提供帮助，而且似乎可以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那世界存在着这个食物致胖的问题，6.5亿成年人肥胖，意味着他们的身体的质量指数就是 BMI 超过了30公斤每平方米，那摄入的卡路里超过身体可以利用的数量。另一方面全球有 7.35 亿人正在挨饿，然而由于肥胖死亡的人数要比营养不良更多，因此发现一组称为胰高血糖素样肽1就 GLP-1 的这种受体受激剂的药物就令人鼓舞了。这些 GLP-1 的药物最初被批准用于控制糖尿病，后来被批准用于减肥。Wegovy 是这些药物的旗舰代表，它通过降低血糖并使人们进食时更快感到饱腹来发挥作用。在为期2年的304人的临床实验中使用 Wegovy 的受试者体重减轻了 15%， 而对照组的体重呢仅减轻了 3%。 令人激动的是呢，今年我们还从一项为期3年的心脏病患者研究中了解到 Wegovy 可以降低中风、心脏病发作和心脏病死亡的风险。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可以尽情的进食然后注射来解决问题。但是 Wegovy 也存在副作用，比如恶心、呕吐、头痛、疲劳，以及可能出现某些甲状腺癌的风险。因此我们仍需找到方法来喂养那些仍在挨饿的人。第8条，关于超导体的说法遭遇阻力。那这个悬在桌子上空的这个半圆形就是 LK99。全球领先实验室无法获得证实韩国团队关于铅基化合物 LK99 超导特性的说法的结果。数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圣杯室温超导体。超导体是一种无电阻传导电流的材料，但是这一非凡特性只有在零下100度 C 时才能观察到。那7月份韩国的李石培和金志勋领导的团队宣称发现了第一个常压下的室温超导体，一种名为 LK99 的铅基化合物。这种突破可能实现无损电力线缆和更小的 MRI 扫描仪。李石培和金志勋和同时将2篇论文上传到 arXiv 网站，有时呢会在同行评议之前在这个网站上发布研究，这引发了一阵兴奋和怀疑，因为各地的实验室争相附图复制这个研究结果，而 LK99 甚至还在 Twitter 上成了一个最热门的话题。那到了8月下旬领先的实验室未能复制结果。当前的共识是呢，没有足够的证据指示室温超导性的关键特征。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它表明在匆忙得出炒作结论之前，仔细的材料表征是必不可少的。科学同行评议可以具有建设性和激动人心的作用，即使 LK99 不是圣杯，也不应该阻碍我们对室温超导体的寻找，并且可能打开意想不到的新研究途径。第9条是关于鸟类减少，鸟类和除草剂和农药相关。从1980年以来欧洲的野生鸟类数量已经减少了1/4就是 5.5 亿只。鸟类减少最急剧的是农田的鸟类新研究表明原因就是农药和肥料的使用。
这是创纪录的一年，在环保方面不是好的方面。随着全球变暖啊，另一场环境灾难正在迅速失控，野生动物在迅速消失。尽管这个迫在眉睫，但是和气候紧急情况相比啊，生物多样性的危机的报道少了近8倍。因此啊，尽管我们通常喜欢积极的研究，比如重新发现阿腾伯勒长圆针雁或探索原始灵长类为什么喜欢到处打转，但对于今年的选择，我选择了一项关注欧洲鸟类减少的研究。在过去40年啊，欧洲的鸟类数量惊人的减少了 5.5 亿只。到目前为止啊，人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的丧失和污染。但斯坦尼斯拉斯·里加尔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调查了来自28个国家2万个站点的170种鸟类物种的数据，包括公民科学家收集的记录，得出结论认为鸟类的主要杀手是农业强化，更确切的说是农药和肥料的增加使用。这不仅夺走了鸟类的食物，而且直接影响了它们的健康。所以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啊，对影响决策和政策优先事项至关重要，让我们希望2024年在这些部门带来积极的变化。第10呢，就是关于干细胞制备胚胎模型的希望。那这个图是以色列威斯曼研究所雅各布汉纳实验室的人类胚胎模型的扫描图。这种模型啊，在我们未来可以理解流产和遗传疾病方面会至关重要。6月份啊，有大量的论文和预印版文章描述了如何从多能干细胞培养开始，完全在培养皿中结束，得到类似着床后早期人类胚胎的结构。这引起了相当大的媒体关注，其中一些报纸甚至刊登在头版头条。科学啊，当然值得报道。实验揭示了干细胞区分相关组织并自我组织适当模式的惊人能力。然而啊，一些参与到其中的一些小组之间的相当激烈的竞争啊，也促使媒体产生兴趣。人们希望啊，基于干细胞的胚胎模型将提供一种实际却更有道德性的替代方法来处理正常胚胎。科学家们啊，可能会对我们的发育和先天性疾病、流产以及常常失败的辅助生殖，比如试管婴儿的原因有很多认识，也许啊还会找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很明显，即使是最好的模型与正常人类的胚胎也不相当。目前最严格的测试要求啊，看他们是否可以被植入子宫，是所有人都同意不应尝试的。目前绝大多数99%啊，放入培养基的聚合物都无法产生类似人类胚胎的东西。如果这些模型要实现用途的话，效率还需要提高。这些啊，就是英国卫报啊评选的2023年全球10大科技新闻。那是谁有资格参加这些评选呢？那我们找到了相关的资料啊，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啊，评选这些科技新闻的科学家。那么我们第一个呢是叫海利戈麦斯啊，他是卡迪夫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第二位呢是迈克尔沃尔德里奇，是牛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教授。第三位呢是尼拉钱伯连啊，他是数学协会主席 OBE 的主席兼拉夫堡大学访问教授。第四呢是亚当鲁斯福德，是作家啊，这个广播员兼伦敦大学遗传学讲师。第五位呢是汉娜克罗克，他是雷丁大学的水文系教授。第六位呢是安菲尼克斯，是伦敦大学学院教育研究所的心理社会学教授。七位呢是伊基奥马 F 乌切古，是伦敦大学学院的药物纳米科学教授。第八位呢是塞弗尔伊斯兰啊，是牛津大学材料科学教授。第九位呢是乔安娜巴克涅夫斯卡，他是文化传播者兼布鲁内尔大学环境科学高级讲师。第十位呢是罗宾洛威尔巴奇啊，是弗兰西斯克利克研究所的干细胞生物学和发育遗传实验室高级组长兼主任。既然是英国评选的这个10大科技新闻啊，我们就用一句莎翁的话来讲讲我的感受。1000个人眼中啊，就1000个哈姆雷特。
包括这个选择的倾向性啊，什么政治正确，以及对这些具体项目的评论，大家估计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见。别的我可能不太熟悉啊，起码对于 LK99 这个话题，我是绝对有发言权的。对于这个事件里边的描述啊，我也是不太认同的啊。好吧，这就是卫报10大科技进展啊，跟大家简单分享到这儿。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谢谢收看，再见，拜拜。